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唐人街附近，有一栋仿佛漂浮着的蓝色玻璃建筑，它的外墙如海浪起伏，曲线柔和又现代。这就是加拿大最著名的艺术殿堂——安大略艺术馆，简称 AGO。这座博物馆不仅收藏着超过12万件艺术作品，更是一段穿越时间与文化的旅程，让人从欧洲文艺复兴一路走进现在加拿大艺术的灵魂深处。AGO 的原址是格兰奇庄园，由基达西博尔顿之子达西博尔顿建造，也是早期多伦多社交和政治活动的中心。达西去世后，这座宅地由达西的儿子多伦多市长威廉·亨利·博尔顿继承。他去世后，宅地传给了他的遗孀哈利特·博尔顿，她后来嫁给了英王室的教师、著名学者嘎德温·史密斯。为了艺术，这对夫妇把这座庄园连同他们的艺术收藏一并捐赠给了多伦多市。1919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断扩建，收藏量暴增，从一个社交圈的艺术沙龙变成了全加拿大规模最大的美术馆。AGO 的馆藏珍品横跨700年，涵盖欧洲、加拿大、非洲与亚洲艺术。在欧洲画廊中，你可以看到不少17世纪巴洛克时代的古典主题绘画。鲁克·索尔达洛的这幅美人的梳妆带有古典雕塑的美感。贝尔纳多·斯特罗奇是意大利日内瓦画派，这幅以撒祝福雅各讲的是圣经故事。次子雅各在母亲利百加的帮助下，假扮成长子，欺骗年老失明的父亲以撒，偷取了长子的祝福。这幅弟弟是他词编的耶稣，作者是阿尔图斯·沃尔福特，他是巴洛克画家，有着复杂的群体构图。这幅圣安德烈的受难，卢卡·佐尔达洛作品，主题是耶稣门徒圣安德烈被罗马官员下令处死，他被捆绑在十字架上之前向上帝祈祷，有着极富戏剧张力的构图。尼古拉·安德烈·蒙西西奥的《宙克西斯描绘模特》不仅是一幅精美的画作，更是一篇关于艺术如何追求完美的视觉论文。画家必须通过理性思考超越自然的不完美，创造出道德和审美上的理想范本。这幅画体现了法国新古典主义风格。以上几幅作品都是17到18世纪欧洲艺术的代表，有着强烈的情感和光影运用。康奈留斯·克里霍夫是加拿大早期生活景象的记录者，他的作品充满了幽默、故事性与乡村生活细节。他特别善于描绘欧洲移民与原住民的互动，他的重复角色让多幅作品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叙事。汤姆·汤姆森在阿岗昆担任钓鱼向导和森林防火员，他的画作展现了原野和荒野的生活。许多作品都是标准小尺寸，大约 A4 纸大小。这种尺寸方便他背着画板在森林之里划独木舟或徒步时随身携带并现场写生。在多伦多，他结识了后来的七人团的几位朋友。汤姆·汤姆森虽然不是七人团的正式成员，因为他1917年在阿岗昆公园离奇死亡，他仅活到39岁。尽管生涯极短，他的风格大胆、色彩鲜艳，极具表现力，也具有开创性，成为后来七人团和整个加拿大独特民族风景画风的催化剂。他的作品《西风》、《杰克松树》等作品，现在是加拿大最具标志性的国宝级艺术品。加拿大20世纪最重要的抽象画家不得不提大卫·米尔恩。他20多岁去过纽约，曾在当时的先锋画展中拿过奖，和美国早期现代主义圈子有过接触，但很快就厌倦了大城市，回到了加拿大乡下过极简生活。米尔恩晚年在安大略省的班克罗夫特附近亲手盖了一间小木屋，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冬天烧木头，夏天种菜，一年画几十张画，
直到71岁去世。大卫·米尔恩把绘画看得比生命中任何事都重要，他一生极度自律，近乎苦行。他的光感和空间感非常奇特，常违反常规透视，反而更有深度和梦幻感，冲击力极强。他的名言“勇气让人面对未知和找到自己的路”。他的一生不迎合市场，画得少，卖得少，死后才被大力重新发掘。AGO 的另一个骄傲是他拥有加拿大7人画派的完整收藏。这个画家群体诞生于1910年代，他们在一战后崛起，认为加拿大需要自己的文化表达，不止模仿欧洲的艺术。于是他们背起画具，深入荒野、森林、北方岩原、湖泊、山谷，把极具加拿大味道的自然景观搬上画布。他们用饱和的色彩、奔放的笔触描绘加拿大的原始山河与光线。代表人物如罗伦斯·哈里斯、A.Y. 杰克森等，特别是哈里斯的边界山脉系列，以深蓝与银白交织，充满神秘的孤寂与崇高。这种画风后来深深影响了加拿大人的国家视觉语言。有趣的是 ，AGO 的创办人之一正是7人画派的支持者 J.E.H. 麦克唐纳。他是加拿大7人画派的创始成员之一，他带来了富有表现力且气质的绘画风格，从宏伟的加拿大自然到自己家里的花园都画得生动且有表现力。他通过 GRAP 一家多伦多的商业设计公司，将现代设计理念引入商业艺术。也就是说，7人画派最早的集训营其实就是 GRAP 公司，在那里他们成为朋友，也合作，也互相影响。麦克唐纳后来担任了安大略艺术学院的院长，一直到1932年，他59岁逝世。麦克唐纳不仅是出色的画家，还是杰出的艺术教育者，对加拿大未来的艺术家影响深远。尤其是他也深深影响了汤姆森，他们当年无人问津，如今却被视为加拿大艺术的国宝。AGO 的当代艺术收藏中最热门的是草间弥生的《无限进屋》这个作品，游客即使等待2小时，也要进入那30秒的梦境去体验。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自小患有幻觉症，常常看到重复的图案和空间的扭曲，这成为他一生创作的源泉。他主动入住精神病院，并在那里继续创作。无限进屋这个大型沉浸式的装置的艺术作品，观众进入一个密闭的空间，四周布满镜面和光点，形成无限延展的视觉幻境。草间弥生介绍说，我画圆点是为了让自己在宇宙中消失，无限进屋正是一种自我消融的表现，你在镜中不断重复，最终变成空间的一部分。我走进那个被镜面与灯泡包围的空间，在无限反射的光点中，似乎感受到了孤独与永恒。AGO 还拥有全球最大的亨利·摩尔的作品公共收藏。亨利·摩尔的作品目前遍布全球各大主要城市，也让他成为少数在生前就获得巨大财富的和全球声誉的艺术家之一。摩尔作品的主要的主题如卧佛、母与子，以及他对自然形态如石头、漂流木的研究和抽象化的过程，都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的艺术创作体现了空洞并不空洞，人体即风景，风景即人体的艺术创作理念。该中心不仅展示成品的雕塑，更全面地呈现了摩尔的创作生涯和艺术的演变过程。如果说艺术是灵魂，那 AGO 的建筑本身就是一件巨型的雕塑。2008年，安大略艺术馆迎来了一次华丽的重生，著名建筑师法兰克·盖瑞亲自操刀设计。他是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的本地人，曾打造了巴黎路易威登基金会等世界级建筑。他说，我不想设计一座外来的奇观，而要让 AGO 长出自己的灵魂。
于是，一个如梦似幻的蓝色玻璃波浪立面出现。从外看，它如大海般流动；从内看，阳光穿透玻璃，洒满走廊，让整个空间变成一场关于光与时间的展览。特别是那条横跨建筑的木质螺旋楼梯，宛如漂浮的龙骨，既是通道，也是艺术品。它成为游客最爱拍照打卡的地方之一。今天的安大略艺术馆不再是静态的展览馆，而是多伦多市民生活的一部分。每月第一个周三晚上免费开放，让学生与普通市民都能自由走进艺术。在多伦多 ，A9 不只是展示艺术的地方，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加拿大人对美、对自由、对创造的理解。从格兰奇古老的砖墙到盖瑞的蓝色玻璃波浪，从巴洛克的光影到草间弥生的无限，艺术从来不是遥远的神圣，而是生活的本身。当你走出馆门，午后的阳光照在那面蓝色玻璃上，你会发现它倒影的不只是城市的天际线，还有每一个寻找灵魂光影的你和我。